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本周五呢，美股出现了一个点的反弹动作。那么这个反弹动作呢，我上期节目解释过了啊。首先呢，是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呢，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引发的一个反弹。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啊，169均线在这个位置上同时构成了一个支撑作用。但是呢，目前的反弹明显没有构成反转，所以呢，在震荡反弹之后，美股的风险依然没有解除。但是反弹是对比特币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希望的。这轮希望的动作呢，让比特币出现反弹的动作呢，大概率会持续到周二前后，因为下周一美股休市所以呢，连续3天，周六、周日、周一比特币大概率会随着美股的这个周五的反弹动作出现一定的震荡和反弹。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比特币建立于$25,800之后开始了一轮反弹，反弹到$27,000附近。那么目前呢，比特币上方是存在压力的，这条压力线呢是位于4小时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的一组压力线。那么目前点位比特币承压之外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比特币同步了美股出现了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根据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它就有一定的反弹的可能性。同时呢，我们看到它的反弹进程呢，在前面行情当中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的动作。这个收敛三角形的一个第一轮的反弹，正是4小时级别的反弹，分别由4小时级别悟空阳线、八阶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构成。后面震荡都是围绕着这个4小时级别反弹开启的收敛三角形，最终呢形成了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那么在接近焦点的这个变盘的区域上发动了下跌动作，但是由于美股的反弹，同时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上是存在焦点的，那么焦点呢相当于一个黑洞，黑洞呢会对价格起到了一个吸引力的作用，所以呢在快速下杀之后又重新开启了这轮反弹动作。但是上方呢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在$27,500附近构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目前反弹呢，这个行情不断的接近尾声，上方存在压力的情况下，我认为下跌很快就会开始。这个下跌开始的时间点呢，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是下周二原因是美股休市1天，那么让比特币出现了3个交易日的喘息的时间。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在下周的行情，我们看周线级别上，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看到4月17日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这根悟空阴线呢是标志性的下跌阴线。悟空阴线呢源自于震荡和反弹过程当中突然出现的，就像悟空是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之后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这根阴线呢标志性的阴线也走得非常突然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下方周线级别上我们有八阶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唐僧阴线组的一个预期。那么与上涨相对应的是上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上涨过程当中悟空阳线、八阶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下跌过程也非常容易出现周线级别上与之对应的下跌西游。所以呢，目前大的趋势上依然是一个下跌趋势，反弹呢仅仅是由于比特币和美股在日线级别下跌西游走完之后它出现了一轮更小的时间级别上的反弹，因此呢，在反弹结束之后，行情大概率要回到它的下跌趋势当中。最终呢可能会完整的走完它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才能发生真正的行情重启的动作。那么现在时间点呢是5月28日，那么我认为5月中旬到7月中旬这2个月的时间是比特币逐渐见底的一个时间点。对于多头方面军来讲目前下跌趋势当中建立观察仓建立观察仓是让你和行情起到一定的联系，有了这个仓位之后，如果行情继续下跌的话，再补充你的多头仓位一定是低倍的多头仓位或者是现货仓位，最终呢在逐渐寻底的过程当中把仓位补满。那么未来2年呢，我们认为比特币依然是一个牛市行情，直到25年牛市见顶之前，你在底部特别是22年、23年这个下跌过程当中，逐渐把底部的筹码填满之后，未来呢一定会获得趋势上的利润。
那么就6月份行情来讲啊，5月底的行情当中一定要布局的是我们一直常说的 CF 啊，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 CF 走出一轮周线级别上的悟空阳线、八节阳线，目前呢正处在沙僧阳线的震荡范围当中。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从底部到顶部的位置已经CF 涨幅巨大，达到22倍。那么上涨过程当中正处在周线级别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上方呢是有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因此呢对于供量板块当中的香港龙头币种 CF 来说，本轮行情在日线级别上它调整到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一定要布局一个仓位这个仓位呢是有预期的，这个预期呢就是周线级别上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周线级别唐僧阳线的这个预期。同时呢有了这个观察仓，有了第一个仓位之后，如果跌破平台期，就将进入一个上涨趋势当中的一个调整过程的一个黄金坑的位置。我们认为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就是行情容易发生变盘的一个区域不断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发生变盘的概率逐渐增大，所以呢提早布局这种强势币种当中接近调整尾声的这个布局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呢布局一定要分仓进场，如果一旦下跌的话，你还有仓位去进行补充，这个补充的仓位呢会降低你在持仓过程当中的成本，同时呢也能够带来你未来唐僧阳线周线级别唐僧阳线的一个巨大利润。同时呢，也可以关注 VR 板块VR 板块和我们刚才提到的香港板块龙头 CF 是同等重要的HIGH 就属于这种 VR 板块当中的币种。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它的调整幅度非常巨大上涨的幅度和这个下跌的幅度呢基本上是对等的。那在巨大的调整之后，我们看到它就落入到了一个平台整理期的一个黄金坑的区域，然后提前于比特币发生了一轮反弹动作。那么它的反弹动作呢，我们看到是接近60%巨大的利润。那么在调整和震荡结束之后反弹顶到压力线附近之后它继续开启了一个震荡行情。但是总的趋势，特别是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它走出悟空阳线和八节阳线、沙僧阳线之后，这个沙僧阳线被杀死了，但是八节阳线这个位置依旧存活。因此呢，对于 HIGH 来说，它依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币种。跌入黄金坑之后，它进入了价值投资的一个区间对于 HIGH 来说，曾经的高点是$44，当前$2的位置，我认为是非常便宜的所以呢，在行情当中对 HIGH 是可以进行重点关注的。还有一个大家非常有共识的币种 FIL 这个代币呢非常有趣曾经在20年的行情当中有了一波快速上涨到$250附近的高点的一波行情。那么目前$4.55和刚才我们提到的 HIGH 还有 UNI 都属于进入到了黄金坑的区域。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形成了一个平台期，这个平台期呢目前被跌漏了之后，在日线级别上它的震荡非常窄，我认为这个位置上存在底部吸筹的一个非常巨大的可能性。在这个位置上就是一个可布局的点位。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FIL 曾经的走势我们看到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FIL 就曾出现过收敛三角形，并且出现了跌破之后，它也是毫无波澜走心电图，在底部持续的在$20附近进行震荡，然后一路高歌猛进，出现悟空阳线之后走出了2到3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最终顶到高点$250附近。那么目前$4.55的 FIL 重新走出了它之前的老路在底部持续发生震荡，并且呢它是落入这个黄金坑的区域。因此呢，在脱离黄金坑之后到达$5之上的时候，我认为它可能会有一个标志性的阳线作为突破性信号。但是左侧交易告诉我们，当前的价位它是非常低的，因此呢，对于 FIL 来说，目前已经极具投资价值。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同时，希望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加入我的读者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